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全球速报，我是主播尤娜。今天是2025年8月2日，将为你带来10条全球重大新闻，从仇外冲突到科技突破，从自然灾害到社会改革，内容丰富，速度迅猛，请立即订阅并保持关注。中日仇外事件警报。近年来，中日关系因历史与文化因素敏感度高，但近日两国居民互袭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关注。在苏州地铁站，一名日本籍妇女带着孩子遭遇男子袭击，所幸儿童未受伤。数小时前，东京又发生一起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事件，造成2名中国男子重伤。这已是过去1年内第3起针对居住在另一国的外籍人士的袭击事件。中日两国多次强调这些事件是孤立个案，但公众担忧情绪依然升温。中日领事馆已敦促对方迅速调查，加强在驻外籍人士的法律与安全保障。苹果 Q3 报表强劲反弹，接下来是科技行业的重要快报。尽管面临特朗普政府庞大关税压力与 AI 业务进展缓慢，苹果依旧发布了一份亮眼的第3财季成绩单，营收达94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0%，净利润234亿美元，增长近9%。iPhone 销售增长13%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市场营收同比回升4%。尽管存在关税及全球供应链风险，苹果股价在盘后上涨近3%，这证明该公司仍具强大盈利能力，但未来仍需警惕贸易政策与技术转型风险。泰检边境停火再确认，泰检边境冲突好不容易缓解，但并未彻底平息。中国主导调解，促成双方重申立即无条件停火。峰会上，泰方再次指责柬埔寨违反协议，而检方坚持自身为和平方。现场交火虽有限，但协议执行仍脆弱。双方已同意设立东盟监督小组，以确保停火协议得以落实。中国白酒国际化新潮流。提到中国白酒，很多人想到的场景是高端商务场合，但如今年轻人也开始带货白酒，搭配音乐节、社交短视频与轻饮微瓶，白酒文化正在重塑。一些品牌推出低度、钥匙扣瓶装、果味联合饮用等创新举措。干杯文化也不再仅仅是商桌情趣，更是年轻社交表达的一部分。印尼火山剧烈喷发。印尼拉基火山于8月1日晚爆发，火山灰柱直冲1万米高空，伴随闪电与激烈龙鸣。官方暂无人员伤亡报告，但火山口周边6公里范围已被划作高风险区，航线与旅游活动暂时受限。当地气象部门持续保持最高等级预警，提醒游客切勿接近山区。东盟观察团实地视察边境。东盟临时观察组现已深入柬泰边境冲突区域进行实地评估，多国武官参与其中。这一机制是东盟首次多边介入边界危机。柬埔寨表示将全力配合，而泰国也呼吁观察团加强监督机制的公信力。海南海上大风雷雨预警。海南气象台发布黄色雷雨大风预警，预计琼州海峡东段风力达7到9级，伴有强雷电。气象部门提醒，海上轮渡、高速帆船、海上作业应立即避险，确保安全第一。核潜艇部署回应俄言论。面对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关于核战争风险的挑衅性表态，美国总统立刻下令调动2艘核潜艇前往敏感海域。此举虽被视为外交层次回应，却显示美俄核战略角力依然升级。分析人士表示，此举不意味着军事行动升级，但象征意义不容忽视。哥伦比亚前总统乌里维被软禁。哥伦比亚前总统乌里维因司法程序滥用与公务贿赂行为，被判处12年软禁，罚款约58万美元，并禁止担任公职8年。他坚称自己无罪，并将提起上诉。此案正在重塑哥伦比亚政坛，也成为司法与政治交错的典型案例。圣卢西亚废除同性恋禁令。LGBTQ 群体赢历史性胜利。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宣布废除同性恋禁令，终结殖民时代关于非法性行为的惩罚性法律。LGBTQ 群体欢呼自由新纪元，这是东加勒比地区在平权路上的重大一步，可能引发连锁改革效应。今天的新闻涵盖社会矛盾、自然灾害、政治冲突、科技创新与司法公正等多个领域。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条新闻？加沙援助危机，印尼喷发火山或苹果新动态。
欢迎留言互动讨论。如果你觉得内容有价值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开启通知铃铛，我们每天为你及时呈现全球重要新闻。我是尤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